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不断拉拢盟友，搞针对中俄的小圈子。在欧洲进行的捍卫者2021是美国25年来在欧洲最大的演习。而在亚太方向，周二开始同时进行海上、陆上2场联合军演，其中日美法3国陆上军演在日本境内举行，而日美法澳还在东海展开联合训练，不同程度上都意在遏制中国。日本自卫队和美国、法国、澳大利亚4国联合训练 ARC-21于周二在长崎县佐世保市相浦驻地启动，训练将进行至下周一。在后半段日程中，参训的海上和陆上部队将联合向横跨宫崎县和鹿儿岛县的雾岛演习场投送部队。4国共11艘水面舰艇将参加在东海的训练。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海上自卫队和法国海军还动用了2艘准航母参加训练。日本海上自卫队介绍，海自将出动直升机航母伊势号、宙斯盾舰祖丙号和金刚号、运输舰大鱼号等7艘水面舰艇以及潜艇巡逻机。美国的2栖船坞运输舰新奥尔良号以及巡逻机和鱼鹰运输机，法国的2栖攻击舰雷电号和护卫舰叙库夫，澳大利亚的护卫舰帕拉马塔号将分别加入训练。法国2栖攻击舰雷电号最多可搭载18架直升机，也被称为准航母。这次的这个演习啊，实际上是美国就是把它牵起来的，因为美国在很早的时候就希望北约的这个国家的军舰和澳大利亚的这样的军舰呢，到就是太平洋方向来进行活动，所以首先这个背后是美国出的主意。那么其次呢，就是在这4个国家中呢，各个企图是不一样的。美国是希望把域外的国家拉到就是中国和俄罗斯的家门口进行这种演习，而作为日本呢，是希望就是域外的国家跟他演习呢，来给他站台。那么作为澳大利亚和法国呢，无非是显示一下自己的地位，因为我们知道这2个国家的军事力量都是相对较弱一些的。共同社称，此次训练考虑到了加强海洋活动的中国，日本有意通过多边的方式加以牵制。日本对这个演习或者是这样的军事行动呢，是夸大了它的意义。它是希望通过其他国家的战舰，特别是军事力量到日本来。他就认为呢，这样就是给日本站台，因为我们知道日本和周边的国家关系不是很好，在这样一种比较孤立的情况下呢，反而是要借助域外的势力来为日本站台。在4国拼凑海上联合训练的同时，还有一场3国陆上联合训练同期展开。日本、法国和美国陆上部队从周二开始举行联合训练，这是3国陆上部队首次在日本国内实施联合训练。训练内容包括离岛登陆和巷战，将在长崎县佐世保市的相浦驻地，横跨宫崎县和鹿儿岛县的雾岛演习场开展。日媒报道称，此次一系列训练的亮点是通过从停靠在日本九州西部近海的日法舰艇上起飞的飞机，把部队运送至雾岛演习场，通过直升机突击作战及巷战来强化3国合作。3国陆上部队参加联合训练的队员总计约220人，包括日本陆上自卫队以相浦为据点的离岛防卫专门部队水陆机动团等约100人，美法2国部队各约60人。日媒在报道中不忘夹带私货。共同社称，围绕钓鱼岛和台湾局势，日美加强了对华制衡姿态，欧洲各国也加强对华警惕，预计将以此次联合训练为开端，陆续向日本周边派遣部队。法国于2018年公布了自己的印太战略，并将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和美国描述为该地区的主要战略合作伙伴。法国是非常希望推销它的军火的，因为它把自己的这个潜艇卖给了澳大利亚，还把这个本来是想把西北风级的这个2栖攻击舰卖给俄罗斯那实际上呢，它是想和日本在这个军事领域方面呢加强合作，并不是说他到这儿来演习是为了给日本在领土主权争端发生这个矛盾的时候或者冲突的时候，来帮着日本一块儿进行军事行动所以这个我们看的是非常清楚的。另据多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首相菅义伟计划出席6月初在新加坡召开的亚洲安全会议，相关事宜正在协调。菅义伟计划发表演讲，预计菅义伟将老调重弹，宣称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此外，日防卫相岸信夫预计也将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并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会谈。日美已就此展开协调。日媒对于今年的会谈援引分析炒作称，双方将就东海、南海局势、台海局势确认共识，彰显日美团结。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欧洲也强化了对俄罗斯的军演。当地时间5月5号，北约多国军事演习“欧洲捍卫者2021”在爱沙尼亚拉开序幕。欧洲捍卫者军事演习是美国25年来在欧洲最大的演习。该演习将在16个欧洲国家进行，预计有28000名军人参加。军演的重点方向选在东南欧的巴尔干半岛。北约军事人员计划参加在黑山、科索沃和阿尔巴尼亚举行的演习。防空演习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举行，匈牙利将作为后方基地。在东欧和波罗的海沿岸依旧会采取防御和进攻行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获准采访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和美国陆军的绿色贝雷帽在罗马尼亚和北马其顿进行的特洛伊足迹特种作战演习。在罗马尼亚，一组海豹突击队持枪沿着黑海边一个漆黑的仓库快速移动，用肉眼看不见的激光点发现并消灭敌军。CNN 的报道渲染称，对该地区来说，这是最紧张的时刻。俄罗斯向俄乌边境派遣了数万名士兵，并大规模部署了装备。北约军演显然想向俄罗斯发出一个强有力的信号。When you talk to troops from other countries, like the Ukrainians, like the Romanians, how important do you think it is for them to feel that American support? I think it's pretty significant. It shows that we're serious, working in exercises like Trojan Footprint. It is important whatever's going on around the world. 曾负责独联体联合防空系统事务的前俄罗斯空军副总司令艾杰奇比热夫中将接受俄媒采访时指出，欧洲捍卫者2021军演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在俄罗斯边境附近制造紧张。俄媒还称，类似演习在俄罗斯边境地区举行的越来越频繁。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捍卫欧洲的这个演习呢，其实欧洲也并没有就是发生重大的这种军事冲突，而是呢，我们看到的是北约的东扩，看到的是北约对俄罗斯的挤压，所以这个规模非常大。说是这个捍卫欧洲，那对俄罗斯来说呢，就是一个挤压和威慑俄罗斯。所以我相信，虽然这个演习的规模很大啊，这个时间也很长，但是呢，俄罗斯一定会做出反制啊。那这样的话呢，反而使欧洲的局势更加不安。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美日法在日本南部举行首次联合军演，这也是法军首次登陆日本，其目的何在？假想敌又是谁呢？美日法的这次联合军演呢，目标就是对准中国，澳大利亚呢也将加入。按照他们的说法，这次军演是为了应对中国在亚洲海域的咄咄逼人。不过呢，他们没有说出的军演理由还有3个：一呢是要加强盟国之间的军事团结和协同，把欧盟的主要国家法国拉进来，是别有用意，以便呢给外界一种影响。这个欧美日澳对美国所鼓吹的印太战略呢是持赞同意见，从而呢来离间中欧关系。二是日本呢在搞定美国以后，也想设法呢要搞定欧洲，通过军演来显示日本的安全问题，从而呢让欧洲国家也能够理解日本修宪，成为正常国家。日本加强与北约国家的合作，那么共同致力于印太战略，进而呢博得谅解而成为正常国家，也就是呢拥有军事防卫力量而不限于自卫。这既是前首相安倍的理想，也是目前呢日本执政党政府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主张。3呢是以军演来展示所谓的志同道合的国家之间的抱团，也就是价值观相同的所谓民主国家联盟。换句话说呢，这次在日本西南部举行的这个美日法联合军演是美国拉帮结派的成果展示，而对于日本来说呢，也有助于外部借助外部的军力来加强对钓鱼岛的控制的这样一种意图。当然了，这种冷战思维下的行动注定是无用的，是吓不住中国的。解放军的军演呢也一直在进行，从渤海到南海就没停过，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能力和决心呢是足够的。美国海豹突击队和罗马尼亚、西班牙等国的特种部队还在欧洲举行特洛伊足迹军演，其目标又针对谁呢？特洛伊阻击的军演是美国领导的北约部队进行的特种作战性演习，是近期北约呢举行的多场联合军演的一部分。这些系列军演呢都在黑海及巴尔干周边地区域，那么针对俄罗斯的意图呢是十分的明显。
有可能呢对欧洲及国际安全局势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冷战结束以后呢，北约东扩和欧盟东扩给俄罗斯带来了安全压力，但是呢，欧洲还算稳定，经济上的格斗啊，比军事上的较劲呢似乎要频繁一些。那么政治北约的作用要比军事北约呢要强。但是呢，从2014年俄罗斯获得克里米亚半岛的掌控权以后，这个军事北约的地位上升，逐渐的加大这个军事演习的这个强度。那么今年呢，俄罗斯和乌克兰又出现了边境危机，这个俄军呢10万大军压倒这个俄乌边境，让准备战争的乌克兰军队呢后撤，而北约呢以乌克兰不是成员国为由爱莫能助，那么令乌克兰呢是颇为的失望，又无可奈何。于是呢，这个北约呢也是通过加强军演来对俄罗斯进行威慑，同时呢表现出对维护伙伴国安全的信号。因此呢，今年北约呢组织了活力魔鬼鱼2021演习，成员国主导的大型演习，这个波塞冬2021和海上盾牌2021，还有多个小型的军演和特种这个作战演习。那么特洛伊足迹呢就是其中之一。5月5日呢，北约年度最大规模的军演，这个欧洲捍卫者2021呢，在爱沙尼亚启动，也就是在俄罗斯的家门口进行的。那么对俄罗斯周边呢是持续的施压，把这个对抗呢升级加码。很显然，拜登政府呢有意借系列军演强化北约盟友的军事联系，进一步的加强对俄罗斯的战略围堵。俄罗斯呢当然要维护黑海地区及东欧的这个地缘政治核心利益，必然呢会对北约呢实施强力的反制。那么美俄之间的这个强硬对峙和强力博弈呢还将持续下去，甚至呢不排除损害这个欧盟和俄罗斯的经济利益。好的，也谢谢陈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